三星 S22 Ultra。好吧，这个视频确实来得晚了一些。怎么说呢？看着我之前的 Note 20 Ultra， 我总觉得好像。反正就是下不去决心，直到现在才抽出时间来聊一聊它。不过呢，我也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三星了。果然啊，这回重新摸到 S22 Ultra 的时候，我差点又要重新看一次三星使用说明书了。说它是 S 系列的产品吧，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到底是个啥。大方屏有 S Pen，3颗防抖镜头加1亿像素。看到这个外观的时候，真的想买的人早就蠢蠢欲动了。换句话说，你有得选吗？相比于 Note 20 Ultra 的外观，我个人觉得这样是好了很多。尤其是白色的版本，真的看起来相当高级，就好像旗舰机一样。虽然我也很喜欢 Note 20 Ultra， 但是这个凸台实在是凸起来太多了，而且用手机的时候经常会硌着这里。或许这就是这代去掉这个凸台的原因。现在基本上没可能会因为摄像头影响到握持了。它这次的摄像头凸起其实也就一张 SD 卡的厚度，比之前真的是好了不知道多少了。但是它凭什么能变薄呢？没错，加厚机身嘛。整个机身除了身高变矮了，其他两围都大了1喵喵，重量也重了20克。我可以说，基本上是所有人都能摸得出来，它明显变肥了一圈呢。就连这支笔都显得迷你了一些。不过三星的精髓，可能有些小伙伴没有什么概念哦。刚开始用的时候，总会感觉它好像很稳健，但是这只是表象。每当你觉得我已经完全搞懂了，它就会 surprise。先聊聊拍照和屏幕吧。总结一句话就是很三星 ，Ultra 的焦段很全，基本上从超广角到20-30倍变焦都是一个无脑直接用，成像很稳定，尤其是今年大家都拉垮的情况下，非常的轻型脱俗。再计算你能跟我猛堆料完。不过老实讲，我倒是完全不关心这次的拍照素质怎么样，或者说是不担心吧，因为三星的调教实在是太稳了，没有什么惊喜，就连反向的惊喜也没有。打开相机和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。这时候三星定律来了，我看了一下官网的介绍哦，一行小小的字：超低反射纳米涂层。摄像头最外面的这个镜片，如果是在相机里面的话，其实就是类似于保护镜的功能。但是这个镜片其实对画质只有劣化 ，iPhone 的鬼影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三星就在这个上面动了一些手脚。这是一面镜子，我拿个手电筒给大家照一下，这个灯有这么亮。这个呢是个 iPhone。可以看出来它还是做了一点处理的，拿个别的手机呢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是三星，发现没有，这个反射明显会弱一些。理论上来说，这样子可以减少对画面的损失，又是一点点细节。不知道小伙伴们知不知道这个滤镜里面有个功能，你喂一张图给它，它就能模仿颜色。既然大家都馋富士的色彩，那我就喂它一张富士的照片试试看，把拍好的照片喂进去就好了。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，小伙伴们觉得像不像呢？这回的 S22 Ultra 相机里面确实没有增加什么新功能，不过相比于加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，我还更希望像这样，原本的功能优化的很到位。如果到了晚上，它还会自动开启夜景人像。说实话，好好的去优化现有的功能，开相机别那么卡，晚上让金贵的长焦出来工作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。倒是相册里面完全相反，有很多很好玩的功能，比如说我觉得超级好用的这个宠物照片，它的功能就类似一个 AI 后处理，去除模糊、降低噪点，或者是提升字体的清晰度，还可以优化一点点色调。听起来作用不大，但是我发现个超级实用的用法：去除摩尔纹。重录有摩尔纹的照片，这个效果怎么样？够不够夸张？想要分享照片的时候呢，可以直接分享成一个链接，把一堆照片打包发过去，不用走绿色文件。某软件的压缩真的恶心人，所以不管对面用的是啥设备，都可以直接通过网页下载，而且速度真的很快，链接基本上都是秒生成的。动态照片里面的视频也可以导出，甚至还可以选择导出成 GIF。不过上面这些也就算个前菜吧。要我来形容三星的特点，那就是 One UI。One UI 的特点，那就是超级大补丁。我举个例子哦，截图分享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吧？就这一个小小的、很正常的功能，给三星玩出了花。如果用正常的截图，默认这个界面里面是没有删除键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没错 ，Good luck， 好球里面，名字起得不错哦。添加删除按钮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复制到剪切版，要不要自动开启免打扰这些已经很细节了，对吧？然后，如果你想要分享到微信，正常手机是这个样子了，发就发过去了。
三星是这样的，只有一个图标，但是呢，在这一个图标里面可以选择发送到朋友圈、发送到朋友，或者是发送到状态等等，挺不错。但还没完，看到这个小图标了没？点一下，它就会自动裁切出来画面里面的重点，这时候再分享出去的就是裁切之后的图片。再然后，虽然你分享出去的图片是裁切好的，但是相册里面你想保留啥样的图？应该是没裁切过的原图，对吧？咱们打开看看，那没裁过的原图。这只是其中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功能，其他的地方比这个还要强大的也不少见啊。但是我想问问，这些功能咱能不能直接放在设置里面啊？比如说这个页面滑到尽头，居然不能循环，找半天也找不着。好家伙，藏在 Good Lock、Home Up 主屏幕这里面。甚至在这里面，你还可以定期备份主屏幕的布局。如果某天突然脑子一抽，把桌面搞乱了，还可以恢复回去。我就想知道三星的工程师们是什么脑回路，能做出来这些东西。S Pen 除了写字之外，还有很多别的玩法，比如说智能截图。这个智能截图甚至还能录制 GIF， 而且三星定律又出现了。这个录制 GIF， 它居然能自动识别你想录制的地方。但是你说它很好用吧，又不至于。手机上面写字还是比较难操作的。有些操作也真的是一拍脑袋。你说悬空手势那确实挺好用的，但是缩放的手势居然是一格一格走的，太真实了。其实这整台手机也是这个样子的。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觉得三星又贵又不好用，那你也没错，三星才叫真旗舰。那也没错，它有很多非常独特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造型，比如说 S Pen， 或者是非常夸张的屏幕和成熟的调教。虽然它的缺点并不少，但是如果你之前用过三星，喜欢三星，那我会觉得这是一台很不错的机子。如果你喜欢 Note 系列，那它就非常好，可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0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